大家好，我是 Darren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有很多朋友向我咨询加拿大这边的券商平台哪个值得推荐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盘点总结一下加拿大的主流券商平台，看看他们的费用对比以及各自的优缺点。首先是5大银行的投资平台，他们基本都是采用固定费用的模式，也就是不管你是买还是卖，交易的是个股股票还是 ETF 还是基金，每笔交易的佣金费用都是 9.95 刀。对于货币兑换费用，如果想买美国流通的股票，大概要付1%左右的费用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在用5大银行的交易平台，因为大部分人的储蓄账户就是在这些大银行，在同一银行开设投资账户会非常方便。但 9.95 刀的佣金费绝对算是贵的，无论你是长期持有或者短线操作，这些费用叠加起来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银行系统的投资平台也不是都采用这个固定收费的模式，唯一的例外是 National Bank， 也就是加拿大第6大银行，他们的投资平台叫做 NBDB National Bank Direct Broker。NBDB 提供全部交易免佣金，包括所有的个股和 ETF。如果是美国流通的股票，要收 1.2% 到 1.8% 的货币兑换费用。另外 NBDB 是要收年费的，每年100刀。不过你的投资账户如果超过2万刀，或者你的年龄在30岁以下，可以免除年费。总之，如果你还是更加信赖大银行的投资平台 National Bank，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，尤其是当你的条件可以免除年费的情况下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较多交易美国流通股票的需求，那么 NBDB 较高的货币转换费恐怕是个问题。之后要介绍的内容里还有更好的选择。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些 online broker， 价格基本都比5大银行的要便宜。首先是 Qtrade， 它也是固定收费的模式，每笔佣金 8.75 刀，有大概100种 ETF 是免费提供的，包括很多 BlackRock、Vanguard、Global X 以及 Invesco 的产品。但是我之前推荐的那些 Covered Call ETF 都不是免费的。如果你的投资金额超过50万刀，这个固定费用会降到 6.95 刀。对于 Qtrade， 个人感觉他们的收费还是有点贵。接下来是 Questrade， 这是我一直在用的投资平台，它的佣金费用是每股1分钱，每次交易最少 4.95 刀，最多 9.95 刀。如果你是购买 ETF， 无论哪种 ETF， 一律免费。Questrade 的货币兑换费用比较高，是 1.5%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只专注于购买加拿大流通的 ETF， 而且是长期持有的话， Questrade 非常适合使用。但如果你频繁交易个股，或者有更多的美股交易需求，那么 Questrade 恐怕没那么合适。然后是 Wealthsimple， 它提供全平台最低的佣金费用，无论是 ETF 还是个股，无论买或卖都是免费。Wealthsimple 是非常适合投资新手的一个平台，因为它佣金全免。然而它也存在一些问题，第一是同样较高的货币转换费，也是 1.5%。另外 Wealthsimple 无法交易基金和期权，也不能开设 RESP 和 FHSA。 如果你是投资老手，有更多的交易需求， Wealthsimple 并不合适。下面是 Interactive Brokers， 也就是 IBKR， 它提供无论 ETF 还是个股，无论买卖，每笔交易最低1刀，最多是交易额的 0.5%。 这个费用对于投资新手比较友好。然而它的货币兑换费用也在 1.5% 到 1.9% 之间，这些网络券商的货币兑换费都是比较高的。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木木，也就是国际版的富途牛牛。2023年进入加拿大市场，由于它的低费用 Welcome Bonus 以及友好的中文界面和各种便捷的交易信息，立刻受到了大家的喜爱，尤其是北美的华人朋友。木木的佣金是每股 0.0149 刀，每笔交易最低 1.49 加币，而且它的货币兑换费用非常低，是每笔交易 0.09% 加固定2刀美金，全平台最低。木木提供免费的2级实时交易数据，让你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场走向。这种数据在其他平台的价格都在90刀每个月。木木还有强大的个股分析、ETF 分析、行业表现以及公司资讯等等，还可以开设他们的虚拟账户进行模拟交易，非常适合新手。它的界面都是中英文双语，全平台中除了木木，好像只有 Interactive Broker 提供中文界面。现在新用户注册木木的话，可以使用我的邀请码，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找到相关链接。如果你注册并且投进1000刀开始投资的话，你可以获得50刀的红包；如果投1万刀的话，可以
可以再获得$100的红包。活动截止日期在2024年6月底，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使用我的邀请码或者邀请链接注册你的账户。最后还是依照惯例给出我的个人观点，如果你只信赖大银行，只会选择使用他们的投资平台的话，我推荐你 National Bank 的 NBDB， 他们拥有6大银行的投资平台中最低的佣金价格，并且如果你满足他们的要求，还可以免除$100的年费。如果你是投资新手，没有太多投资需求 ，Wealthsimple 最适合你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，Wealthsimple 没有 RESP， 对于有孩子的投资者没有那么友好。Wealthsimple 也没有 FHSA， 首次买房的投资者也不建议使用。如果你是只做长期持有，并且只买加拿大流通的 ETF， 不碰个股，那么 QuestTrade 免费购买 ETF 的特点就非常适合你。而我个人认为最全面的、适合所有类型投资者的就是木木，它买卖价格都很低，货币兑换费用也是全平台最低，再加上它提供的高阶数据、丰富的市场资讯以及股票挑选工具等，都是其他平台没有或者需要单独收费的项目。总之，无论你是投资新手，还是需要频繁交易个股、美股等等，木木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在使用的这几周里，唯一感到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木木不支持网页交易，你需要在电脑上下载他们的客户端，或者下载手机 APP 进行交易。客户端和手机 APP 都很好用，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。但由于我有全职工作，经常是在单位上班的时候需要交易，而单位的电脑并不支持下载外部客户端程序，所以我只能使用手机，或者在家办公的时候使用家里电脑进行操作。对于像我这种习惯使用电脑进行交易的上班族来说，这样的操作有点麻烦。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总结的加拿大主流券商平台的对比，哪里有出入欢迎指出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，也欢迎给我留言。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，还请你点赞并订阅，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